刚入肉坑的肉友们，好不容易挑到一颗萌萌的幼肉，很开心的请回家。接着又怎么上门，怎么照顾，才能让它们一直萌萌哒呢？大家好，这里是老王养花的频道。今天老王教你多肉的上门步骤。一，如果你是通过网购途径购买脱土的幼肉，收到货一定要及时打开包裹，把幼肉通风，特别是夏天，不然黑腐可不是件小事。之后要检查幼肉是否有虫或者其他脏东西，如果有虫害，特别是粉跟疥，需要立即清除，杜绝虫源入侵。另外还需检查幼肉的亲和液是否有病斑或者黑腐，如果有的话，那么就要联系卖家退换货。新手对不健康的幼肉要坚决说 no， 而如果你是在实体店买幼肉，同样也要对幼肉进行检查。一般大棚出来的幼肉都是经过杀虫灭菌处理的，所以大可不必恐慌。原来的饲料又不要保留水泥，带土遗址一般可以提高成活率。修根裸根的幼肉到手后，需要进行简单的修根处理，把多余的土抖掉，去掉干瘪腐烂的叶片和须根，保留主根就行了。伤口可以用干硫磺粉涂抹，也可以放到阴凉通风处晾干1-2天，使得伤口愈合，避免伤口感染和黑腐。选门在晾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准备盆和土了。选门对新手来说，一般有以下选择：一、小黑方。小黑方价格便宜，整齐划一，适合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种植，可以节省阳台空间。二、红陶盆。红陶盆价格也便宜，透气性良好，度假有保证。因为水分善于浇灌，所以对新手来说不是那么好控制浇水。3、紫砂盆。透水透气性极佳的紫砂盆也是新手的首选，古朴的造型搭配老装非常和谐，但是价格相对较昂贵。4、还是出陶盆。现在不仅是韩国景天大举入侵，韩国风格的盆子有逐渐成为主流，一般都是外壁上釉，内部为出陶胚质，有利于透气。5、白瓷盆。白瓷盆透气性差，不合理控制浇水的话，容易造成土壤积水，所以对新手来说是有难度的。盆子多种多样，一双就靴子，一个铁皮盒都可以成为幼肉们的新家。种子选门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根据肉的品种、家里的环境、配土的成分进行选择，一般要遵循透水性好、以不有孔的原则配土。大部分肉还是喜欢疏水透气的，植料从功能上可分为3种。一定植土，目的是为了固定植物，提供养分给肉生长，一般使用花鸟市场或者大棚常见的多肉种植土就可以了。如果你喜欢自己配土也可以的，这里就不再充分强调垫底饲料，目的是为了让土壤不会过分积水，避免肉烂根，或者由于土壤潮湿导致病菌滋生，从而造成各种病症的发生。一般选用桃栗等大颗粒、粗摘的煤渣也是不错的选择，具有吸附杂质的木炭也可以。3、铺面饲料。目的主要是为了美观，兼带有一些小功能。铺面饲料来源很广泛，比如白色小石子、细玉土同生砂、鹿藻土等，大家可以根据盆地和植物的不同进行合理的选择，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装饰上的美观和固定植株。其实每个人的配土方法都不同，关键还是要根据当地的气候和植物的品种来进行配置定制。等植物伤口完全愈合了，就可以上盘了。盆底垫上大颗粒的饲料，比如桃栗等，这样有利于排水透气。之后用草土干摘，植土感觉有点潮，手抓起来感觉是湿润的，但是松开后不会粘在一起，而是散开就行，这样可以促进植物长出新根。较后铺上喜欢的铺面时，放在光线明亮的通风处，不能暴晒。先不要浇水，3到4天后可以在土表喷一些水，1周左右浇透水一次。等肉叶片饱满，新叶子长出来，就可以逐渐见太阳正常养护了。浇水定植好了之后，就是肉的日常养护。浇水一般是干透浇透，即一次性给储水，直到底孔渗出，然后再等到干的差不多了再浇透一次。通常肉在春秋季节是生长较迅速的，凉爽的天气和适宜的温度让肉需要较多的水分，这时候可以1周浇2次水，
一般在傍晚浇水为宜。夏天气候炎热，幼肉会进入休眠状态，这时候有适当断水，切勿手贱频繁浇水，导致幼肉黑腐而死。一般1到2周浇一次，而且平常要保持干燥和通风。北方冬天较冷，一般低于5度或者零下，就要把幼肉又挪到室内养护，一般1周浇一次水。南方的冬天幼肉一般无压力，所以还是可以正常养护。那到底浇水怎么去掌控呢？看叶片，如果健康的叶片表明起皱纹，整个缩起来，或者有些品种叶片耷拉着、无精打采的样子，那就是幼肉反馈出来一个口渴的信号。看土壤，新手可以观察土壤中的水分变化，有个简单的办法，用手掂量下重量。水分充足和水分缺乏时的盆土，重量是相差很多的。另外，如果土的外缘和盆的内缘形成一道缝隙，土表皲裂，这也是缺水的表现。看门及红桃盆等透气性很好的盆基不容易保持住水分，所以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多浇水。白瓷盆或者无孔的盆基就要根据具体情况减少浇水。看配土疏松透气，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多浇。配土细细紧密就要考虑少浇水了。日照，在生长期，很多幼肉都需要充足的日照，一般一天由在4到6个小时为宜。不同品种和状态幼肉对光照的要求不同，比如花鸡就需要更长的日照促进开花，刚上盆的幼肉就不好露着，暴晒大几颗的幼肉很喜欢日照等因，这样会使幼肉的叶片间隔变大，颜色褪去，茎干变得脆弱，叶片畸形，抵御外界的抗性下降，变得特别难看。不过别担心，如果循序渐进的让其接受光照一阵子，幼肉还是会变得萌萌哒。接近夏天气温超过30摄氏度，要进行遮阴处理，状态难看点不要紧，保命为大。病害一般分为2种，虫害和菌害。虫害这里主要讲介壳虫。幼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连续大雨加连续高温加暴晒，等于将是粉浆苗尸体更粉界。虽然好笑，但也从侧面说明了大家对介壳虫是多么的深恶痛绝。这种瘟神不仅仅会吸食幼肉，地面部分还会藏匿在土壤中，藏在幼肉须根周围，可以发现白色棉絮状的东西，就是它们的功劳。所以防治介壳虫食幼，我们必须 get 的基本技能。异常防治，我们需要做到确保植物和植料都是不带任何虫源的。一旦在植物地面部分发现虫迹，绝不姑息。如果只是少量，可以用竹签挑出来捉食，也可以用清水洗净。如果是大量爆发，而且虫菁们还无止地藏匿在叶片、缝隙等我们难以构知的部位，那就要动真格了。一般网上和实体都可以买到多肉植物杀虫专用药，浓度要配比适宜，药液装在喷壶中，对着藏虫迹的部分又仔细喷一遍，没有虫迹的地方也要喷。一般当预防期间，要注意2点：一是要一般在傍晚为宜，要在通风的环境下使用；二是要频率为2周1次。没有虫害就不用很频繁的用药。如果虫菁们积极地藏在土里，也不要慌张，一般可以进行换土处理，仔细分开根系，把带有虫源的土去除干净，换上新土。如果你不想换盆，那就用浸盆法，即将盆器底部浸没在药液中，大概是1到2分钟即可。很多人都注意到，爆发介壳虫的地方往往有蚂蚁们群聚，这个不是什么好事，因为很多时候蚂蚁和粉根介是互惠关系，它们吸食介壳虫分泌的蜜气，然后将虫子搬运到其他植株，这或许可以解释的介壳虫为什么爆发范围会这么广。根据一些大神的经验，蚂蚁也是留不得的菌害。菌害通常表现为黑腐黑斑或者锈斑，这些都是由病菌或者细菌引起的。平时浇水要控制，具体情况具体分析，不能造成土壤过分积水。一旦发现有病株，应立即隔离，以免感染其他肉。平时要改善通风条件，还可定期喷杀菌剂。你还要知道一些小知识，一般黑腐的植株叶片不可以叶茬，病株带过的土壤需要隔离，并且进行灭菌处理。如果你有更多小技巧，欢迎分享给更多肉友。感谢你的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。
我们下期见。